Got him lined up in my sights.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今天我们来看繁星吉米。首先，被动普攻为特殊的攻击方式，打到敌方单位极能量，打英雄级更快。集满能量后，转变为红色的怒气，并开始消退。消退期间，攻击敌人可以维持怒气的持续时间，普攻距离变长且更痛点，并可以穿透目标。和繁星之前不同的是，现在强化普攻可以打防御塔了。一技能开启时，立刻解除缓速效果，并飞起来。期间免疫缓速，且可以穿墙，还会慢慢发出4发追踪导弹，并给上目标缓速效果。也就是说，期间要在敌人旁边够久才会射满4发。从旁边离开太快，可能就只射到1发；从远处追来也能射得到敌人。一技能期间还不会减少能量跟怒气的消耗，所以有时候要拿来维持能量或怒气。二技能指定方向禁锢范围内的英雄，并且打到一个英雄可以立刻积攒1/3的能量，能够迅速积满能量，或是维持怒气消耗，加长强化普攻的时间。然后点下去不能取消的大招，不过取消可以减少1半的 CD 时间。忍住不射的后遗症，蓄力后射程会较远的2段式火箭炮，打到英雄后隔一小段时间会爆炸，且把英雄往爆炸的中心拉一下，并给上缓速，有拉到英雄也会回能量。再来选角跟出装，因为一技能的灵活性和强化普攻的清兵速度，以及前期强化普攻的高伤害，所以现在吉米非常适合走中路，尤其是搭配会玩的打野跟游走，简直强到不能再强啊！那由于这片我是推荐走中路，所以我们害怕的只有洛丽塔。如果走金币路要兑现的话，那我们可能什么都怕，只能猥琐发育。没什么射手我们单挑打得过的，因为没什么野怪给我们集能量。中路就不同了，有野怪可以蹭能量，帮打野加快打野速度，有更多打架机会，才能展现吉米前期的统治力，而不是发育然后抓痒。再来出装，一般情况我推荐第一排到后期跑速才够快，方便走位。对面坦克很多很硬，可以用第2排，会比用第1排把天才换成魔法圣剑还更痛。对面都很脆或不是非常硬，想虐菜也可以选第3排。然后这3排都是一样的装备，跟徽记就是绑定的。这边徽记推荐刺客而不是法师，也是因为跑速。我认为只有徽记最后一个，如果是打金币路可以换成电光石火。那有些人喜欢弱点洞悉也不是不行，但我觉得有自信的话，杀戮盛宴会是最好的选择。再来就来看实战了。那这场是我跟我战队朋友双排的排位赛，但这场是比较久之前打的素材，是刚神话季初的时候，强度和现在季末的荣耀神话差不多。不过我现在录制的时间有点尴尬，等我上片的时候，现在应该已经换新赛季了，希望是不会被改太多啦。如果有重大调整的话，我会再补充在置顶留言。那这边开场就是走中路的好处啦，开场就有野怪可以蹭能量，这是金币路没办法做的事情。金币路这么做通常会来不及，而且刚才马尔提斯没有把野怪拉到靠近中路的边边打，不然我们是可以维持满能量来到兵线旁边，也不需要交易技能，一击见面就直接强化普攻，是没有几个中路可以打得过或清兵清得更快的。清完兵也会直接2击，有危险的话就一技能逃走，或是队友像现在需要支援，也可以一技能穿墙跟上，2技能禁锢敌人。那因为我刚才在打蓝，敌人会以为我们在开蓝，马尔就拿到优势了。也因为吉米是指向性攻击，所以并不是非常害怕娜塔莉亚，只是眼睛要稍微累一点就是了。被缓速就一技能解除缓速逃走，顺便缓速他们。但这边敌人也不是吃素的，马上想过来抢回去。我本想说把这2个入侵者赶走就没事了，但我忘了还有一个爆菊尾刀王，马尔也没意识到洛林被爆菊了。我这本是在帮他把人给赶走，他应该选择保护洛林，而不是跟上我。但虽然马尔现在走位失误了，可是我是判断这马尔有杀性，是会玩的，因为他刚才已经4级看安卓拉残血，想大开杀戒收割，只不过狐女支援来了，而我们格兰杰是选择不来的，导致我们马尔菊花也开
开了。但是我现在有点难受，因为我刚才为了要保护马尔提斯漏了2只小兵，现在更是看到娜塔莉亚在下面而走过来想要包夹她，所以我又再次漏掉中路的几只小兵。这边其实我是知道的，所以马上赶回去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导致这一局我并没有做好中路的本分，在2分15秒的时候没有升到4级，所以支援不支援其实不一定是错误的。例如刚才的格兰杰，也不能说他没支援不对，这些都是选择性的问题。那这边我打乌龟是为了集能量，但我不能把它集满变成红色怒气，这样才可以到线上清兵的时候立刻获得满的怒气，而不是过来之前直接就是怒气，那会消退很快，还要想办法维持。这么做我们会更安全一些。那这边讲一下最基本的连技，就是直接大招吸人，然后1技能飞过去，再2技能禁锢敌人，再接着打。这么做的话，即使我们不是在暴怒状态，也能立即把能量击到快满。当然技能打到多个目标的话，会直接满，就可以无脑的一直射敌人。混战时不要急着用1技能、2技能禁锢跟强化普攻维持怒气时间，1技能也能拿来当做尾刀离场的走位方式。这边看到没？我回技带的是杀戮盛宴，突然回一口又加速，娜塔莉亚直接被吓到放弃治疗了。而且其实他开2技能是可以免疫普攻的啊，他似乎忘记了，因为我们吉米的普攻实在太像技能了。小老虎冲过来想尾刀，我们一个大招在2技能把他给控住，拉开距离。诺瓦利亚也想尾刀，但我们1技能回好了，免疫缓速再拉开距离。不过我这边讲个题外话，其实刚才娜塔莉亚可以杀我的，因为她的强化普攻其实是有1秒的延迟时间可以按的，只是刚才她应该是太紧张了，还紧张到卡墙。那我这边也跟大家承认一下，当时我是认为我的普攻算是技能伤害可以打到娜塔莉亚，但其实是不行的，其他像卡琳娜的1技能也能克制我们，所以我们第1件大装要出天堂之雨，普攻才有加成。这边看到我出来之后的伤害了没？不过打塔的话还是抓痒一样，这也是吉米的特点，对防御塔伤害比较低。那刚才差点被爆局，1技能离场还能顺便打人，目标还会被缓速，可攻可守，非常好用，就是自己要分得清楚什么时候要怎么用就是了。这边看一下我们普攻次数跟伤害，因为出了天堂之雨，打一下就会有2次伤害，猎魔巨剑也可以这样，所以我才说对面如果坦克太多，其实可以考虑一下，不一定只是出魔法圣剑这样。哇，这边我们马尔判断又失误了，格兰杰已经残血，洛林满血回家，应该是没魔回补了，但马尔认为他是战神，可以1打2，害得我为了想帮忙他，而在中途被捅了2下。这边回程一定要非常专心看有没有暴菊王的影子，靠近的话马上1技能逃命。但我这边分析一下，刚才马尔的行为其实不一定是错的哦，因为在马尔上之前已经经过了1轮激烈的碰撞，敌方是技能不全的状态。我这边倒是判断是格兰杰比较烂，但我还是相信马尔提斯的。那洛林感觉是会玩的，因为他比格兰杰还先回补，而且乌龟会战有先到，也不是只会走在后面补血。哇，这边没有观察到娜塔莉亚，终于是被他拿了第1朵菊花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死掉，甚至可能是一直送头，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并不是我们愿意的，就是判断上的问题而已。我刚才也和马尔提斯一样，我也认为我在那边打是没有问题，不会死的啊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观察路人的程度，看他们会不会玩，再决定这一场要怎么配合他们，信任他们多少。这不是找理由，也不是批评，而是用来决定待会要怎么配合队友的关键。这个是只要不是5排都一定要会的东西。所以这边看到格兰杰在前面那边浪费血，我就觉得我刚才判断是完全正确的，是格兰杰的问题，不是马尔提斯的问题。这点其实非常重要啊，不能因为我们有补血的职业就在前面浪费血。哦，这个有没有看到？我冲锋都开了，开启收割模式，格兰杰竟然给我往后退啊！狐女追着我，先拉开距离，再看能不能禁锢到。那这边虽然没禁锢到，但是因为我带杀戮盛宴，直接加速把小老虎给收了。
看到刚才这边，是不是觉得比带其他徽记效果好用呢？虽然我看世界排行目前也没什么人这样用，不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我是真心大大推荐。这将会等于我们多了好几个免费的冲锋啊！因为吉米特殊的攻击方式，还有敌我移动相对位置的关系，我们往前追逃跑中的敌人的弹道距离，其实是会比我们站在原地打的距离还要再更长一些，才能够打到目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推荐第一排的出装最后2件都是有加跑速的，然后取了个一般情况用的名称，而且全部都有摆上浴火血雨，就是为了注重跑速，让普攻更容易命中敌人。那这边刚才卢卡斯一技能免控，所以我没丢大，错失了好机会。我的卢比朋友很有自信闪现控人，结果闪歪了，他危险了，我有往前一下子，看能不能帮他吸收点伤害，吸引到娜塔莉亚，在一技能拉开距离，可惜我大招空了，没留到任何人。这边双方都只好先撤退了。有没有那个洛林还打灯说他大招还有22秒？通常会这样的玩家不会太差，这也是评断队友的标准。然后我现在终于把巨能之力给出来了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我的续战力就更强了。只要有敌方单位就可以吸血，我们只要没被控或是没被秒杀的话，随便就能吸回来。那刚才那只野怪我是故意不打死的，因为要抢乌龟了，可以再拿来集能量用。因为能量变成怒气也没办法维持太久，会战时最好能够让自己都有强化普攻，才能持续喷射最大输出。这边看到尾刀王过来，我先禁锢他，在一技能走位，顺便维持怒气，不过失败了。大招射太极也空了，毕竟有延迟性，但我找到了个跑得慢的诺瓦利亚，冲锋开了就黏着打，要记得一技能跟冲锋都可以解除缓速效果。那刚才我开一技能过来，不是为了赶路，而是要维持住我们的怒气，不让它消退，这样打领主会更快。不过维持越久会越难维持，还是有极限的。这边路比还在帮忙拖人，那我打完领主怒气来了，一样利用一技能维持住，在2技能留人，这样就不一定要大招起手，更何况我刚才没大招呢。这边继续维持住，继续射，一技能传墙过来，再维持住，再继续射，这样清兵就非常的快。不过防御塔没办法维持就是了。还有要记得，要这样用的话，一定要先看敌人在哪里，确保自己不会因为没有一技能而送掉，才可以这么用。或者是到达目标之前，我们的一技能会 CD 好，就例如现在这种情况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要把一技能给捏着，不可以乱用。那现在领主出来了，敌方少个娜塔莉亚，我们5打4，我们选择进攻中路跟吃对面的野区。哇，路比一个闪现晕真帅啊！不愧是我的朋友。小老虎在清领主，不过没有小兵帮他扛的话，他是打不过的，因为时间还早，装备还没有成型，我们也不可能直接就赢了，因为高地塔还有爆炸被动在。路比还在拼命，我一技能跟上，等卢卡斯免控结束再2技能。哇，直到我现在看才发现，原来他用大招免控闪掉了我的禁锢，但他脑子不知道是不是撞到防御塔坏了，又杀出来，刚好他血线让我触发杀戮盛宴，把卢卡斯给追死。小老虎冲锋又大招位移，让我2技能空了。路比趁敌人没技能一个拉，可惜我们没有开语音，没办法接上完美配合。我看到在接上大招，虽然吸到3个，可惜位置已经太里面了，也没人帮忙扛2下塔，所以只好放他们一条生路了。所以才说真要上分，一定要开语音。不过也不能说刚才队友没跟上不对，因为这是推塔游戏，推塔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即使我刚才认为有队友可以跟上并扛2下防御塔，我就能够直接3杀。那结论也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为了让玩家死掉在温泉读秒，我们才能顺利推塔。一切都是为了推塔，而不是杀人。杀人只是附加的啊，像现在卢卡斯跑出来送，那当然要把他杀一杀了。哇，他非常耐啊，有反击又有安卓拉。像刚才距离够，我们就不需要用一技能靠近了，而是有危险的话可以用一技能来走位。不过我发现敌人现在打我都已经变抓痒了，只要没有被强控，我们都可以很好的把血吸回来，而且我们还有洛林呢，所以这边我们应该是要直接结束了。不过我们的小兵已经不是强化小兵了，那这边我是怕诺瓦利亚把炮车给清掉，或是打主堡打一打炮车死掉，更何况我们没语音，也不是很有默契，可能也没人会帮炮车扛主堡，很有可能会发生主堡打一半没了小兵，导致打不动的
情况。有没有看到那马尔在扛主堡呢？我就说这马尔会玩吧。总之就是因为大家不熟悉，所以我还是选择了稳健的把中路高地给拔了，增加一波小兵，再拿下主堡。跟前面马尔送头的事情是一样的，其实我们是选择性的问题，不是对不对的问题。好，那今天就差不多了，希望大家看完能够对于判断路人队友的程度有更深的理解。吉米倒是没什么困难度，就是不要紧张射歪而已，其他该讲的应该都讲了。我这边也是拿下了 MVP 跟最高伤害，然后顺便再点一下头像，看是不是都是真人哦。对面也还在吵架呢，那肯定是真人啦。那么就先这样了，我是小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